极寒末日里，我被邻居们按在冰冻的地板上，隔壁程序员小王颤抖的手压着我，他们眼里的光比我挣扎47天所见的任何低温都冷。为了半箱我藏起来的压缩饼干，这些曾经笑着打招呼的邻居，亲手把我杀死。我从床上弹射而起，双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，没有血，没有动，只有汗，冰凉的呼了一额头。手机屏幕亮起，2065年12月12日上午7点30分，窗外阳光刺眼。孩童嬉笑，暖气嗡嗡送着26摄氏度的虚假繁荣。我冲进浴室，镜子里的脸年轻饱满，没有冻疮，没有绝望，好像我之前只是做了个噩梦。那不是梦。还有30天，30天后，极寒末日降临，温度会在72小时内跌至-60摄氏度，电网崩溃，管道炸裂，秩序在第一个星期就会变成可笑的传说。前世，我靠着极地科考队员的那点底子，和护士周清文、户外爱好者王浩抱团，熬了47天，却死在一群恶红眼的熟人手里。幸好周清文他们那天出去找物资了，这念头像根冰锥，扎得我心口发疼，但也只剩庆幸了。这一世，我没有侥幸和天真，更没有对人性可悲的期待。我抓起手机，第一个电话拨给老家。妈，爸，听好，我声音稳得自己都陌生。放下手里一切，把老家房子卖来我这，1周内必须脱手，任何价格都可以谈。小月，你出什么事了？母亲的声音慌了。不是出事，是要出大事了。我打断他，每个字都砸得沉重。1个月后，持续至少2个月的超强极寒末日，最低温度-60度，这不是降温，是极寒。没时间解释了，信我，马上动身。电话那边却是长久的沉默。钱需要很多的钱，房子、父母的老宅，我所有的理财投资必须在1个星期内变成可以流动的钢铁。物资和能源，我要的不是一个避难所，我要的是一辆能抗住-100度，能自给自足至少2年的移动堡垒。然后在极寒降临，当所有人在冰窟里为了一包泡面血肉相搏时，我能带着父母在堡垒里安全度日。前世极寒末世突然降临，毫无准备的我依靠职业技能苟活47天，最终在死在末日中的人性中再次睁眼，我却重生回了末日前1个月。我决定把握先机，带着父母逃生。我告诉父母末日即将来临。电话那头陷入长时间的沉默。父亲接过电话，他甚至怀疑我工作压力太大，建议我回家休息几天。我早有预料他们会怀疑，我只好提起南极科考带回的极地涡旋不稳定性研究资料，谎称最近拿到了最新气象模型数据。我说结果非常不乐观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基于专业判断得出的结论。又是一阵沉默。父亲是退休工程师，母亲是中学物理老师，他们比常人更理解科学预测的意义。父亲最终开口问我需要多少钱，我回答他们越多越好，至少要1000万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要造一个能抵御-70度甚至100度低温的移动堡垒，还有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生存系统。3天后，父母带着所有家当来到省城，他们卖掉了老家2套房产，加上毕生积蓄，凑出了450万现金。我的房子也在1周内以650万成交。买家是个急着让孩子上学的家庭，买家对我急售的行为感激不尽，总计1100万资金全部到位。此时距离极寒降临还有23天。前世我在极寒末世中被邻居围杀，重生后我决定抢占先机，带领父母打造堡垒房车度过末日。现在我正在和父母计划堡垒房车的具体设计。父亲林大勇戴上老花镜，开始仔细研究我绘制的设计图。他疑惑地问我，这就是我的计划吗？图纸上是基于重型卡车底盘改造的房车，尺寸比普通房车大了整整3倍。我纠正说不仅是房车，还是移动堡垒。我只向图纸各部分解释具体构造。全长12米，宽2.5米，高4米是基础尺寸，外层是10厘米厚的复合装甲，提供物理防护，中间夹着5厘米气凝胶隔热层，确保保温效能。内层是3厘米的铝合金蒙皮构成最后屏障，车窗采用3层防弹玻璃，中间填充惰性气体。母亲赵月书俯身细看片刻，她又询问能源系统如何解决。我解释说，总共准备了4套独立系统，互为备份。车顶铺设40平方米太阳能板，晴天日发电量50度，车载柴油发电机，燃料储备足够连续运行30天。48伏磷酸铁锂电池组，总容量1200安时，还有手动发电装置，紧急情况下可以人力供电。父亲指着图纸上的暖通模块说，这是关键所在，在-60度环境下，普通供暖系统完全无效。我重生回极寒末日前1个月，我凭借重生优势决定带领父母打造壁垒房车。此刻我正在和父母讨论房车设计。父亲指出-70度的话，普通供暖系统根本没有效果。我表示我采用的是北极科考站同款设计来解决问题。地暖系统覆盖全车，热源来自2台高效柴油暖风机，另有1套余热回收系统，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能源。车内温度可长期维持在18度以上，即使外部降到-70度也能保证生存。母亲又询问食物和水的储备方案，我展示双层食品储藏室的设计图。储藏室采用真空包装和冻干技术，总储备足够3人2年的食物。水循环系统包括5吨净水箱和灰水回收系统。极端情况下，空气取水装置可从空气中凝结水分。父亲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，他又询问防御系统如何安排。我深吸一口气说，以非致命性防御为主，
车身四周安装8个高清红外摄像头，实现无死角监控。车门采用银行金库同级锁具，车窗全部防弹。我还申请了合法的防身装备，包括电击器和防爆盾，甚至弄到了几把高压电枪作为最后手段。母亲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那如果遭遇围攻该怎么办？我重生回极寒末日降临的前1个月，我携父母一起打造壁垒房车，准备以此度过末日。母亲考虑到如果房车被围攻了怎么办，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不会留在省城。我只向地图上老家的位置解释计划。省城人口密集，灾难发生时必然陷入混乱。老家山区人烟稀少，地势高，更安全。母亲又指出老家房子无法抵御严寒，我则摇头表示不会回去住。移动堡垒可以停在任何地方，山区有更多隐蔽地点，也有更多自然资源可以利用。倒计时20天时，我们开始了疯狂采购，资金充足的优势在这时完全显现。我联系了科考队的前队友赵峰，通过特殊渠道，我采购了大量专业级极地装备。赵峰在电话里开玩笑问我是否要开极地主题公园，我含糊回应说接了个大项目，需要大量专业装备，我要求有多少库存就采购多少。防寒服、极地睡袋、自加热食品被逐一划掉清单，小型氧气瓶、冰爪、雪地摩托配件也装车运走。父母负责采购生活物资，包括大米面粉、食用油、各种罐头、药品、维生素片和各类种子。药品成为采购重点。前世周清文的医疗知识救过我的命，这一世我准备了全套医疗设备和药品，抗生素、手术器械、慢性病药、心理药物一应俱全。母亲看着堆满半个仓库的物资，却有些不安。重生回极寒末日前1个月，我带领父母打造移动堡垒。我们准备好物资后，母亲看着仓库的物资却有些不安，她问我这是不是太多了。我检查刚送到的柴油发电机，回答母亲，我说如果极寒持续3个月，这些还能帮助其他人，如果持续半年，我们会庆幸今天的准备。我提醒母亲，末世中最珍贵的不是黄金，而是1盒抗生素、1升柴油或1包压缩饼干。极寒末日倒计时15天时，堡垒房车的改造在郊区工厂秘密进行，距离极寒末日降临还有15天。壁垒房车的改造正在郊区工厂秘密进行。我选择了信誉良好的工头老李，支付3倍工钱，要求24小时轮班赶工。老李好奇询问这车是否要去北极探险，我含糊回答算是吧，顺手递给他一个厚红包。我提醒他记住保密协议，不能透露这辆车的任何信息。老李保证，还说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嘴巴严。改造工程随即日夜不停地展开，重型卡车底盘被加固装甲板一块块焊接上去，太阳能板安装到位，复杂的管道线路在车厢内蜿蜒布置。我每天都在现场监督，确保每个细节符合设计要求。末日倒计时10天时，房车主体完工。银灰色的外表毫不起眼，内部却是另一番天地。母亲第一次走进完工的房车，忍不住惊叹。她说：“这简直是太空舱！车内空间被精心划分成多个功能区域，前部是驾驶室和控制系统，中部是生活区，后部是储藏室和设备间，总共3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。通过我们巧妙设计，丝毫不觉拥挤。生活区包括可折叠双人床、小型厨房和独立卫生间。厨房配有高效电磁炉和小型洗碗机，卫生间配备节水马桶和淋浴设备。所有家具采用轻质材料，并牢牢固定在地板上。我指向驾驶室后方的一排屏幕，向父母介绍控制系统。控制系统可以监控车内外的温度、湿度、能源状态、水循环系统等所有数据都在屏幕上实时显示。摄像头画面全天候轮播红外模式，可在完全黑暗中发现生命体。父亲最关心的是设备间的柴油储备情况，2个1000升油箱满载可行驶3000公里，柴油发电机连续运行时间可达40天，加上太阳能补充能源方面很充足。我打开储藏室的门，展示食物储备，冻干食品500公斤，罐头食品300公斤整齐排列，真空包装主食400公斤，调味品维生素补充剂50公斤，按最低热量需求计算，足够3人食用2年。母亲抚摸着货架上的种子包，怀疑能否种出来。我指向生活区顶部的一排 LED 生长灯，极寒环境下室外种植不可能，但我准备了室内水培系统，在车内可以种植叶菜、豆芽和小型根茎类蔬菜，这些能补充必需的新鲜维生素。倒计时7天时，我们开始最后准备工作。房车停在工厂内进行最终系统测试，所有设备运行正常，防御系统也顺利启动，监控画面清晰无死角。测试结束后，父亲坐在餐桌旁，神情复杂。他说还是不敢相信会有这么严重的灾难。父亲担心，如果什么都没发生，那么这些准备会成为笑谈。我脱口而出说不愿像前世那样。母亲很敏锐地捕捉到前世这个词。我沉默良久，决定坦白部分真相。我说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梦，梦见了极寒末日的每一个细节。我在梦中活了47天，最后死在绝望和背叛中。这个梦真实到我确信它是某种预警。父母对视一眼，没有继续追问。他们看到了我这1个月来的变化。那个曾经有些理想主义的儿子眼中多了深沉的阴影和决绝。父亲最终说相信我的判断。他说就算只有1/1000的可能性，为家人准备也值得。倒计时5天时，我们退掉租住的公寓，将所有个人物品搬进房车。工厂的尾款结清后，老李拿着丰厚报酬，承诺会忘记这辆车的一切信息。老李挥手告别时，忍不住祝我们一路顺风。他加了一句：希望北极探险顺利。我握了握他的手，没有解释。
末日倒计时3天时，天气预报还是一片祥和。气象台预测下周有冷空气南下，气温可能降至-15度。对他们而言，这已经是需要特别提醒的寒潮。我知道3天后温度将突破-25度，1周后达到-40度，10天后-60度。供暖系统将在第5天全面崩溃，电网也会在第7天瘫痪，文明秩序在第10天开始瓦解。倒计时1天时，我们驱车离开省城，堡垒房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平稳而安静。父母坐在生活区，透过窄小的车窗回望渐渐远去的城市。母亲轻声问城市里的人们会怎么样。我握紧方向盘说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自救。老家位于北方山区，距离省城300公里。前世极寒降临时，我困在城市公寓，无法与父母团聚。这一世，我们将一起面对所有挑战。房车驶离高速公路，进入山区公路，这里已经能看到积雪，气温明显低于城市。我打开车内供暖系统，温度维持在舒适的20度。父亲看着窗外景色，感叹这里变化真大。他说小时候这些山上都是树。母亲指着远处一片松林说，现在也不差，至少还有绿色。下午4点，我们抵达预定地点，这是一处位于半山腰的废弃林场，地势较高，视野开阔，三面环山，只有一条路进出，易守难攻。最重要的是，附近5公里内没有常住居民。我说就停在这里，启动防御模式。车身周围的摄像头开始旋转扫描，红外传感器监测周围的生命迹象。父亲问现在该做什么，我回答建立基地，打开后备箱，里面是预制的模块化围墙和太阳能板扩展阵列。虽然房车本身是堡垒，但固定的外围防御能提供更多安全感。我们穿上防寒服下车开始工作。父母虽然年过60，但身体硬朗，加上这1个月来的心理准备，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节奏。预制围墙一块块拼接，形成高2米、边长15米的正方形围栏。围栏内侧安装更多太阳能板，将日发电能力提升30%。父亲指着另一个箱子，问风力发电机是否要装。我点头说要装。山区风大，风力发电可以补充夜间能源。工作持续到晚上8点，基本防御圈成型。围栏内除了房车，还有小型工具棚和紧急逃生通道入口。围栏大门是厚重钢制门，只能从内部开启。母亲准备晚餐时笑着说，感觉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。父亲则严肃地说，希望永远用不到这些防御。晚餐后，我们召开家庭会议，我摊开地图，标注附近的资源点。山下有冰封的小河可以提供水源，5公里外有废弃村庄，可能有可用物资，10公里处有个小型水库。我说前3天主要任务是完善基地和侦察环境，极寒开始后，户外活动会越来越危险，所以必须趁现在做好准备。母亲问是否需要提醒其他人，我轻声打断说，记得我前世是怎么死的吗？人性在极端环境下不堪一击，警告只会被当作谣言，从而引来贪婪。沉默是金，尤其在末世。母亲欲言又止，最终她点了点头。末日来临的当天清晨格外寂静，天空是诡异的铅灰色，没有风，没有鸟鸣，连松林的沙沙声都完全消失了。我告诉父母末日开始了，随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温度计，室外温度在短短1小时内从-10度骤降至-20度。房车内温暖如春，但我们3人的心沉了下去。预报中所谓的普通寒潮终于显露出真正面目。第1天温度降至-25度，我们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到零星广播信号，大多是气象部门紧急修正预报，提醒市民做好防寒准备。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各种传言和恐慌信息。父亲调着收音机频率，他通知我们省城已经出现供暖不足的情况。我说这只是开始检查房车系统所有数据，一切正常。我告诉父母，3天后温度突破-35度时，所有城市系统都会开始崩溃。第2天暴风雪降临，雪花不是缓缓飘落，而是被狂风水平刮过，能见度降至不足10米。我们加固了围栏，确保没有积雪压垮结构。房车顶部的积雪定期清理，防止影响太阳能板效率。母亲指着监控屏幕一角让我快看，红外画面显示约1公里外有2个热源在移动，是人影在-30度的暴风雪中艰难前行。父亲皱眉说可能是附近的村民。父亲犹豫问道是否要帮助他们。我沉默片刻说我们有3套备用防寒服和一些应急食品，可以放在围栏外，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前世的教训让我心硬如铁，但父母的价值观仍在影响我。折中方案是提供有限帮助，但不暴露自身。我们将一个防水包裹放在围栏外100米处的显眼位置，里面有2套基础防寒装备和几包自热食品，还有一张手绘地图，上面标注了最近避难所的方向。第3天清晨，包裹不见了，雪地上有杂乱的脚印，朝山下村庄方向延伸。母亲轻声说希望他们能平安。第3天傍晚，温度突破-35度，收音机里的广播越来越少，偶尔能听到的只有断续紧急通知。通知说供暖系统出现大面积故障，建议市民尽量留在室内等待救援。我关掉收音机说救援不会来了，在这种温度下，任何大规模救援行动都是自杀。官方能做的只有建立集中避难所，但资源有限，只能容纳一小部分人。第4天电力中断，从监控画面看，远处山下的村庄灯火逐一熄灭，最终陷入一片黑暗。我们的房车依靠自身能源系统，依然光明温暖。父亲报告太阳能板效率下降了40%，积雪覆盖和日照减弱是主要原因。我决定启动柴油发电机补充电力缺口。我说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，必须保证系统全功率运行。
第5天，我们目睹了第一场悲剧。监控画面中，3个摇摇晃晃的人影试图上山，他们显然没有专业防寒装备，在深及大腿的积雪中挣扎前进。其中一人在距离我们围栏500米处倒下，再也没有起来。另外2人试图拖拽同伴，但很快也力竭倒地。20分钟后，3个热源在红外画面中逐渐暗淡，最终消失。母亲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他们死了。”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说在零下40度环境下，普通冬衣只能提供不足1小时的保护，这就是漠视死亡是常态。父亲握住母亲的手说：“我们能做的就是活下去。”他说：“要不辜负我的精心准备。”第6天，温度降至零下45度，房车外的世界已变成纯粹的白色地狱，树木被冰雪包裹，形成诡异冰雕，岩石覆盖着厚厚冰层，反射诡异光芒。风声中夹杂冰晶碰撞的细微声响，如同无数玻璃碎片在空中飞舞。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固定节奏：早晨检查所有系统，补充燃料，清理积雪；上午进行体能训练和技能学习；下午处理日常事务，维护设备；晚上召开家庭会议，讨论生存策略。母亲报告好消息说，室内水培系统开始出菜了，第一批小白菜可以收获了。我检查嫩绿的菜叶，说不错，新鲜蔬菜可以预防坏血病，这在长期封闭环境中至关重要。父亲更新能源日志说，柴油还够用35天。他说，如果太阳能效率不进一步下降，我们至少可以撑3个月。我说3个月后天气可能会开始回暖。根据前世记忆，极寒持续了约2个月，但是恢复的过程极为缓慢，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。第7天，意外发生了。清晨6点，防御系统的警报惊醒了我们。监控画面显示5个人影正在接近围栏，他们装备相对专业，行动有序。父亲分析说，他们不像普通幸存者，行进有战术队形。我放大画面看到其中2人手持猎弩，1人背着复合弓。这支小队显然有备而来。我迅速判断他们可能在附近侦查时发现了我们的围栏。我下令启动1级防御，所有人穿上防寒装备，准备转移。堡垒房车的核心优势就是移动性，如果这个地点不再安全，我们也可以随时离开。围栏外传来喊话声，说里面有人吗？那声音自称是山下村庄的幸存者，他们需要帮助。声音透过风雪传来，显得模糊而遥远。我们没有回应。另一个声音喊说，知道里面有人，他们看到我们放的包裹了。他说他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交换物资。交换物资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心中警铃大作。我低声对父母说，准备启动车辆，他们来者不善。果然1分钟后，其中1人开始试图翻越围栏，防御系统立即响应，围栏顶部的警报器发出刺耳鸣响，同时喷出大量红色烟雾，这是无害染色剂，用于标记入侵者。入侵者惊慌后退，但另外2人开始用工具破坏围栏大门。我做出决定，启动车辆离开这里。堡垒房车的引擎平稳启动，电力系统切换到车载电池。父母迅速固定好车内所有物品，系好安全带。我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按钮，围栏大门突然向内打开，这是设计中的陷阱门，后是深达2米的壕沟，覆盖着伪装网。2名试图破门的入侵者措手不及，跌落壕沟，另外3人惊愕后退。房车加速冲出围栏，沿着预先清理好的路线驶离。后置摄像头显示那支小队没有追击，他们正忙于救援掉入壕沟的同伴。母亲担忧地问，他们会追来吗？我观察后视镜说，在这种环境下追踪一辆车几乎不可能，但我们需要新的藏身地点。房车在山路上平稳行驶，厚厚的雪地轮胎和全时4驱系统确保我们在积雪中保持机动性。2小时后，我们抵达备用地点，这是一处被封的岩壁凹陷处，3面被岩石环绕，易守难攻。父亲侦查环境后说，这里更隐蔽，岩壁可以提供天然防风，而顶部凹陷可以安装伪装网。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基地建设，这一次我们更加谨慎，所有工作都在夜间进行，白天保持完全静默。3天后，新基地初步建成，利用岩壁地形，我们甚至不需要预制围栏，只需守住唯一入口。父亲在家庭会议上提出，刚刚那些人可能会搜索这片区域。他说我们需要制定应对方案。我说要主动侦查，了解敌人的规模和动向，才能掌握主动权。这个任务由我和父亲承担。我们穿上白色伪装服，携带便携式无线电和红外望远镜，在夜色掩护下返回原基地附近。原基地的围栏已被破坏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但雪地上有大量脚印和车辙印，不是我们的房车。父亲通过望远镜观察说，他们不止5人，至少有10人，还有1辆改装过的越野车。我记录下这些信息说，看来是有组织的幸存者团体，可能在搜集物资。父亲分析车辙方向说，他们的营地应该不远，朝东南方去了，那里只有废弃林场管理站。我们谨慎追踪2小时后发现了目标，管理站被改造成临时营地，院内停着3辆车，其中1辆是油罐车，营地有简易防御工事，至少15人活动。我注意到油罐车上的标志说他们有燃料储备，可能是从附近加油站弄来的。父亲问，要绕开这片区域吗？我思考片刻说不。我说他们可能是长期威胁，我们需要更多情报。于是我们在距离营地1公里的高地上建立了观察点。接下来3天，我们轮班监视记录他们的活动规律。这个团体显然有领导核心，一个戴皮帽的高大男人被称为老大。他们每天派出小队外出搜寻物资，目标主要是燃料、食品和防寒装备。第4天，我们目睹了他们袭击另一伙幸存者，那是一家3口驾驶着一辆民用 SUV， 显然在寻找避难所。皮帽男人的队伍伏击了他们，抢夺了车辆和所有物资。父亲低声说，他们没杀人，只是把他们赶走了。我冷静分析说，因为杀人没有好处，还会消耗弩箭，他们是掠夺者，不是杀人狂，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好消息。
父亲疑惑地看着我问为什么是好消息。我解释说有理性的人可以预测，可以谈判，疯狂的人才是真正的威胁。1周的观察让我们掌握了这个团体的详细情况，总计18人，7支武器主要都是烈弩，燃料充足，但食品储备似乎不足。他们每天消耗大量热量维持体温，搜寻到的食品难以满足需求。我做出判断说他们在寻找更大的目标，可能知道附近有储备点。果然，第2天他们的侦察小队出现在我们新基地3公里外，显然搜索范围正在扩大。我在家庭会议上提出计划，说不能等他们找上门。母亲担忧地问是否要主动出击，说太危险。我说不是直接对抗展开地图，他们依赖燃料，尤其是那辆油罐车。如果我们能让它失效，计划很简单：夜间潜入营地，在油罐车上安装定位器和小型破坏装置，不是爆炸物，而是能污染燃料的化学剂。没有燃料，他们的车辆无法使用，从而导致他们活动范围大幅缩小。我和父亲执行这个任务，凭借极地训练的前行技巧和白色伪装，我们在午夜成功潜入营地外围。油罐车停在营地中心，有2人看守。我用手势示意调虎离山，父亲点头，在营地另一侧制造声响，一块石头击中金属桶，发出清脆响声，2名守卫被吸引过去。我快速接近油罐车，将2个装置吸附在车底隐蔽处，一个是 GPS 定位器，一个是缓释化学剂包，3天后才会生效。任务完成，我们安全撤回。3天后，监控显示油罐车离开营地后不久便抛锚，化学剂污染了燃料，发动机严重损坏。皮帽男人的团队陷入了困境，他们不得不徒步搜寻物资，他们活动范围缩小到5公里内。父亲看着监控画面说，短期威胁解除了，但他提醒说他们可能会更绝望、更危险。我说，所以我们继续观察，保持距离。极寒不会永远持续时间在我们这边，温度继续下降，在第25天达到零下58度，这是一个连极地科考队员都含有精力的温度。房车系统面临严峻考验，柴油发电机需要更频繁的维护。现在的太阳能板几乎停止了工作，日照时间不足4小时，且阳光微弱，电池系统负荷加重。我调整系统设置，启动节能模式，关闭非必要设备，降低室内温度至15度，缩短淋浴时间。我们的生活进一步简化，日间照明仅使用最低限度的 LED 灯，烹饪改为集中进行，1天只做2顿热食，娱乐活动仅限于阅读和棋类游戏。但即使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人性的微光依然闪烁。1月下旬，我们在侦查时发现了一个独居老人，他住在山腰的一个小木屋里，靠砍柴和储备食品艰难求生。老人大约70岁，腿脚不便，但精神尚可。我最初坚持说不要接触，我们自身难保。母亲看着红外画面中蹒跚的身影说，但他会死。在零下60度的木屋里，他撑不过1周。父亲沉默良久，说我们可以匿名帮助，就像之前那样。这次我们准备了更充足的包裹，足够1周的食品，1套就防寒服，一个小型固体燃料取暖炉，还有一些基础药物。深夜，我将包裹放在木屋门口，敲了敲门后迅速离开。第2天，老人出现在木屋门口，拿着包裹望向四周，他深深鞠了一躬，尽管他根本看不见我们。我提醒说，这种帮助不能成为常态，我们的资源有限，必须优先保证家庭生存。母亲点头说知道，但偶尔一次能让我的良心稍安。老人后来用某种方式表达了感谢，他在木屋外竖起了一个简易风向标，上面系着一块褪色的红布。每天早晨他都会调整风向标，让它指向当日风向。父亲说他在告诉我们他还在坚持。这个小小的互动成为我们灰暗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每天检查监控时，我们都会先看看那块红布是否还在飘扬。第30天，温度达到历史性的零下63度，收音机完全静默，监控范围内也再无其他人类活动迹象。世界仿佛已经死亡，只剩下寒风呼啸。我们的精神开始承受压力，封闭空间、单调生活、持续的危险感，这些都在消耗心理能量。我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，说我们需要心理调节。今天开始每天增加1小时休闲时间，可以聊天、玩游戏或者只是听音乐。母亲拿出了她悄悄带来的相册，说看看这些老照片，回忆一下温暖的日子。照片上的我们笑容灿烂。我5岁时在公园玩耍，父母还年轻；12岁全家去海边旅游。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合影，父亲指着一张海南的照片说，等这一切结束，我们要去南方，找个温暖的地方好好生活。母亲补充说，还要种一个花园，种满向日葵，金黄的。我们就这样靠着对未来的想象支撑着。第35天，变化悄然来临。清晨，父亲例行检查室外温度时发出了惊讶的声音，他说温度回升了。我冲到控制台前，数据显示室外温度零下61度，比昨天同期上升2度。我谨慎地说，可能是临时波动。但第2天温度继续回升至零下58度，第3天零下55度，虽然依然极寒，但下降趋势已经逆转。我分析气象数据说，极地涡旋开始减弱，最冷的阶段可能过去了。这是一个关键转折点，温度回升意味着生存压力略有减轻，但也意味着其他幸存者活动可能增加。我说我们需要更新情报。侦查结果显示，皮帽男人的营地依然存在，但规模缩小了，只有10人左右，车辆全部无法使用。他们似乎陷入了困境，每天只能搜寻附近有限的资源。老人木屋的红布依然每天飘扬，他显然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母亲指着监控屏幕的东南角，让我快看。画面中，一架直升机低空飞过，不是民用型号，机身没有任何标志，但显然是专业救援或侦察设备。父亲问是否有人组织救援了，我分析说可能是私人团队或者某个组织的先遣队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意味着外界开始恢复行动能力。直升机没有停留，径直飞向北方，但它的出现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：极端气候可能即将结束，而世界正在缓慢复苏。我们召开紧急家庭会议，讨论下一步计划。
父亲提出核心问题，说继续等待还是主动联系。我坚持原计划，说继续等待。直升机不代表大规模救援，我们需要更明确的信号。母亲提出折中方案，说也许可以开始准备转移。如果救援真的到来，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位置最容易被发现？我们在山顶设置了信号装置，一面巨大的反光镜在晴天时可以反射阳光，发出求救信号。一组风力驱动的闪光灯夜间可见。我强调说不主动发射无线电信号，无线电会暴露我们的位置，引来不确定的危险。第40天温度回升至-45度，冰雪开始缓慢融化，白天时长明显增加。直到这天，我们目睹了第一场幸存者之间的正面冲突。皮帽男人的团队与另一伙幸存者在废弃村庄遭遇，双方为争夺一处地下储藏室爆发争斗，冲突持续了半小时，最终皮帽男人一方获胜，但付出了2人受伤的代价。我们的监控记录下了整个过程。父亲忧心忡忡地说，资源越来越紧张，冲突只会增加。我说，所以我们继续保持隐蔽，直到确定安全。第45天转折点真正到来。清晨，收音机突然捕捉到了清晰的广播信号，广播重复说这里是临时救援指挥中心，极寒气候正在缓解，救援行动已经展开，请幸存者在安全地点等待，不要冒险移动。救援队将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前往各区域。广播列出了3个坐标，都在城市区域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有80公里。母亲眼中泛起泪光，说救援真的来了。我保持冷静说，但还不够。广播是自动循环播放，没有实时互动，救援可能还处于初期阶段。父亲调视图接收更多信息，说信号质量很好，说明发射源功率足够，而且距离也不远。我们继续监听广播，每半小时重复一次，内容略有更新，增加了2个临时避难所位置，提醒幸存者注意融雪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。我说我们需要决定何时暴露位置。父亲建议说再等3天，观察救援是否持续，是否有更多证据表明秩序正在恢复。母亲点头同意，认为我们已经坚持了这么久，不差这几天。3天观察期给了我们更多信息，每天都有直升机飞过，方向不一，显然是执行侦察或运输任务。第47天，我们甚至看到一支地面车队沿着山间公路缓慢行驶，3辆越野车车顶有天线，但没有明显标志。父亲分析说可能是救援先遣队。这天傍晚，我们做出了决定，明天黎明时启动所有信号装置，主动联系救援，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深夜防御系统警报再次响起，监控画面显示约12人正在接近我们的新基地，为首的正是皮帽男人，他们装备简陋但人数占优。母亲紧张地问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，我迅速分析说可能是追踪了我们之前的踪迹，或者是偶然发现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准备应对。父亲问是否启动车辆准备转移，我看了看监控画面中疲惫但决绝的人群，摇了摇头。我说他们很绝望，可能会不顾一切追击，我们需要另一种解决方案。我想起了前世周清文教我的一个道理，在极端环境下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枪支，而是信息不对称。我说启动广播系统，用最大功率播放一段录音。父亲问录音什么内容，我说救援广播，让他们以为救援队就在附近。父亲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迅速准备。1分钟后，房车外部扬声器开始播放我们录制的救援广播。广播说，注意，这里是救援先遣队，请所有幸存者保持原地，救援即将到达。重复，请保持原地，不要移动。效果立竿见影。皮帽男人的队伍突然停住，困惑地环顾四周，他们低声交谈，显然在争论。有人说救援这时候，有人怀疑可能是假的，另一个人说但声音很专业。趁他们犹豫，我启动了另一个装置，安装在岩壁上的几盏高亮度频闪灯，模拟救援车辆的警示灯效果。黑暗中突然闪烁的灯光让入侵者彻底混乱，他们开始后退，最终转身逃离。父亲松了一口气，说他们走了。我说但可能会回来确认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离开了。黎明时分，我们启动了所有信号装置，反光镜对准初升的太阳，闪光灯全功率运行，甚至释放了1枚信号弹，这是极地应急装备的一部分。1小时后，一架直升机改变了航向，朝我们飞来。直升机在我们上空盘旋，放下绳梯。2名全副武装的人员降落后，惊讶地看着我们的堡垒房车，其中一人难以置信地问：“这是你们的吗？”我出示证件，说我是前极地科考队员林峰，这是我父母，我们在这里避难。另一人恍然大悟，极地科考队员难怪能造出这种东西。他问我们知道吗？我们可能是这附近100公里内状态最好的幸存者。通过交谈，我们了解到基本情况，极寒确实在缓解，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已经联合展开救援，但由于破坏严重，全面恢复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。救援队员坦言说，城市情况很糟，供暖系统全面崩溃，电力中断，大部分建筑因管道爆裂而无法居住，死亡人数很高。母亲脸色苍白说，我们的朋友邻居。救援队员转移话题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助幸存者。他问我们愿意跟他们去临时避难所吗？那里有基本设施和医疗支持。我们面临抉择，是跟随救援队前往集中避难所，还是继续独立生存。父亲问避难所的条件如何，救援队员诚实回答，拥挤，资源有限，但安全有保障。他说，像你们这样的自给自足单位很少见，可能更愿意保持独立，但需要登记所有幸存者信息，以便后续援助。最终我们决定父母跟随救援队前往最近的避难所，他们需要接受健康检查，我则留在房车中保持机动性。我解释这是最合理的安排，避难所能提供医疗保障和社交环境，对长期心理健康很重要，而我留在房车里，可以随时提供支援，也能保护我们的资产。父母理解这个决定，简单道别后，他们登上直升机离开。我承诺1周后去避难所看望他们。
房车突然变得空旷安静。47天的共同生存让我们形成了紧密的纽带。这次的分离让我感到一丝不安，但我还有工作要做。利用救援队提供的有限信息，我开始规划下一步。温度将继续回升，但融雪可能引发洪水和滑坡，社会秩序需要时间恢复，因此长期生存依然需要准备。我更新了物资清单，检查所有系统后制定了新的安全协议。堡垒房车将继续作为移动基地，直到确定永久安全地点。3天后，我驱车前往避难所，沿途景象令人心碎：被冰雪摧毁的建筑、冻结的车辆，还有一些救援队尚未清理到偏远区域。避难所设在一个废弃工厂，内容量约500人，条件简陋但秩序井然。我找到了父母，他们状态良好，甚至帮助组织了内部管理。父亲说这里需要各种技能，他的工程经验派上了用场。母亲微笑说帮忙照顾孩子和老人，虽然辛苦但感到被需要。我们讨论未来计划，极寒虽然结束，但世界已永远改变，重建需要时间，而我们的房车提供了独特的优势，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地方开始新生活。我提出设想说，等局势稳定，我们找个偏远但宜居的地方，利用房车作为临时住所，慢慢建设永久家园。母亲提醒说还要种那个花园，我说当然种满向日葵。2周后，温度回升至-15度，冰雪开始大规模融化，带来新的挑战：洪水、泥石流以及道路损毁。我们的房车再次证明其价值。当避难所面临洪水威胁时，我们协助转移了部分脆弱人群到高地。避难所负责人感慨说，我们的车比他们所有救援车辆加起来还有用。我分享了部分生存技巧和装备，但保留了核心秘密。末世尚未真正结束，谨慎仍是第一原则。随着气候改善，更多救援力量到达，官方开始建立更完善的临时安置点，分发基础物资，组织修复工作。1个月后，温度终于回到0度以上，这是2个月来第一次室外温度不再是负数。这天，我独自驾车前往原居住城市，沿途景象依然荒凉，但已能看到零星的重建活动。我的公寓楼依然矗立，但窗户大多破碎，墙壁有裂痕。我没有进入，只是在远处观望。前世死去的那个房间，那个被邻居们残害的地点，如今只是一扇普通的破窗。我低声说：“结束了。”调转车头离开。重生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我抓住了它。家人安全准备充分，未来可期。前世的噩梦将永远留在记忆中，但它不会再支配我的生活。回程路上，我在一处高地停下，夕阳西下，融雪后的土地露出斑驳的褐色，远处山脉依然洁白，但已不再冰冷刺骨。我启动车载电台调到公共频率，各种声音传来：救援协调、家庭寻人、物资请求。混乱但充满生机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插入，呼叫林峰。如果听到，请回答。这里是周清文。我愣住了，周清文是前世的同伴，那个在极寒中与我相依为命的急诊科护士，他还活着。犹豫片刻，我按下通话键说：“周清文，我是林峰，收到，请回答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传来激动的声音说：“林峰，你真的还活着？你在哪里？”我们交换了基本信息后，得知周清文也重生了。他在城市避难所参与了医疗救援工作。他告诉我，前世的几个邻居也幸存下来，包括李婶和张大爷。我问他们提起过我吗？周清文告诉我说，李婶经常说我是个好人，还后悔当初没有多帮我一些。张大爷在一次外出搜寻时受伤，后来感染去世了。我沉默着，前世的仇恨在这一世变得复杂。他们没有像前世那样伤害我，那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们机会。这是否意味着人性本善，只是环境逼迫？周清文问我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，我说和我父母找个地方重新开始，也许会在南方，那边气候温暖些。周清文的声音有些羡慕，说听起来不错，他可能要留在那里，因为医疗人员太缺了。我们约定保持联系。结束通话后，我坐在驾驶座上久久沉思。末世暴露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，但也展现了最光辉的部分。我选择了防御和隔离，而周清文选择了救助和奉献。没有对错，只有不同的生存策略。天色渐暗，我启动车辆返回。父母还在等我。3个月后初夏，我们的堡垒房车停在一片山谷中，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，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。这里曾经是国营农场，如今废弃，但土地肥沃，气候宜人。经过与地方官方协商，我们获得了这片土地的使用权，条件是协助重建周边社区。房车旁一座木结构房屋已经初具规模，父亲设计的结合了传统建筑智慧和末世教训，厚重保温层加独立能源系统和隐蔽储藏室，甚至有一个小型地下避难所。父亲指着图纸说，这次我们要扎根了。他说这是永久家园。母亲的花园已经开垦出来了，第一批向日葵苗也破土而出。他还种植了蔬菜草药，甚至尝试种植小麦。他说自给自足是我们的目标。我扩展了房车的功能，将其改造成移动工作站和紧急避难所。他的使命尚未结束，在完全确定安全之前，机动性仍然是宝贵资产。每周我驾车前往最近的集镇，用我们多余的物资交换种子、工具和其他必需品。多余的物资主要是从房车储备中分出的食品和药品。集镇正在缓慢恢复，已有几十户人家定居。一天，集镇来了一个特殊访客周清文，他说决定离开城市，那里的重建太政治化，他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。我们欢迎他加入社区。作为医疗专业人员，他的技能对所有人都宝贵。周清文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房车时，反应和救援队员一样。他问你们是怎么造出这东西的？我简单回答，极地经验加上末日预算。他住了下来，在小溪旁建了自己的小屋。社区逐渐扩大，又有几个家庭加入，大多是厌倦城市混乱的幸存者。我们制定了社区协议，资源共享但产权明确，集体防御但尊重隐私，民主决策但保留紧急权限。我在一次社区会议上发言说，这是末世教会我们的，平衡个人生存与集体利益，准备充分但保持灵活，永远为最坏情况做计划，但也要努力创造最好结果。
秋天我们的第一茬庄稼收获了，虽然产量不高，但象征意义重大。生命在灾难后继续文明，在废墟上重生。母亲的花园金灿灿一片，向日葵全部盛开，如同一个个小太阳。她抚摸着花瓣说：“温暖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全部。”冬天再次来临，但只是普通寒冬，最低温度-20度，与之前的极寒相比，简直温暖如春。我们在加固的房屋里围着火炉分享收获的食物。父亲问：“还记得1年前的这个时候吗？”我们沉默，当然记得那场改变一切的极寒，那些失去的生命，那些艰难的抉择。母亲握住我们的手说：“我们活下来了，而且我们帮助了其他人。”周清文点头说：“在城市避难所见过太多悲剧，但他在这里看到了希望。希望这个在末世中最奢侈的词汇，如今在这里生根发芽。”夜深，我独自登上房车顶，星空璀璨，寒风依旧，但不再致命。我拿出手机，它早已失去通信功能，里面是我保存的一些照片。翻到1年前极寒开始的那天，我们刚离开省城的照片。照片上父母坐在房车里，表情紧张但坚定。窗外是开始飘雪的天空。我对着照片说：“我们做到了。”重生给了我预知灾难的机会，但生存靠的是准备、坚持和一点点运气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我有家人相伴，有社区支持，有对未来真正的希望。远处社区灯火温暖，新的生活已经开始。堡垒房车静静地停在一旁，它的使命暂时完成，但随时准备应对未知的挑战。在末世后世界，这种准备永远不会多余。我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，走向温暖的房屋。明天还有工作要做，帮助新来的家庭建造房屋，检查社区防御系统，规划明年的种植计划。生活就在冰雪融化后的土地上，在人性考验后的心灵，终在绝望尽头的希望里。而这一次，我们会做得更好。